大家好，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有朋友是开玩笑，控仓是指空仓。资金管理是一门艺术哦，每个人的心态以及风险承受能力都不一样。反正我的仓位还是非常的重。那如果真的有在下跌，等下来聊一聊，能不能又像2年之前猜到底部，疯狂再赚？包括最近特朗普的钱包，好像又在加仓。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有很多朋友是提到我的视频总是在唱多这个比特币。当然也是跟大家讲，你如果是新的投资者，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进入这个市场，首先要考虑的是风险，你能承受多少的损失，止损要设置哦。然后有朋友是提到，这个位置比特币还会有牛市吗？连这一条非常重要的欧美的机构非常看重的200 MA 的均线，现在都给跌破，比特币长期要进入熊市，要完蛋了，比特币要抹零了。那前面比特币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价格跌破这条蓝色的线，或者是这一条红色的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死亡交叉这条蓝色的线，比特币在这个位置跌破，只跌了 10%， 后面价格是不是上涨？以及反正当时在这个 75K 交易群上面是通知朋友们，反正我是在做多。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也是跌破这一条蓝色的线，或者是这个位置20 MA 死亡交叉这条蓝色的线，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机构在骗散户的筹码。所以我在这边视频分析，那如果要全面转空，2年之前或者是 25K， 很多朋友一路买上来，2万的成本的粉丝也有，3万、4万、5万，包括6万，后面7万也是继续买入比特币。那如果要在这个位置，万一判断错，它比特币并不是走入熊市，就像或者是2年之前2023年的8月份也是同样，比特币当时在这个底部的位置，也是一大堆的空头在评论区提到比特币这个是 M 头，然后一大堆的 KOL 也是认为比特币是 M 头，要完蛋，要进入熊市，或者是跌破这一条200的均线。但是像这种价格在20 MA 下方，它是属于左侧的交易啊，短线里面它像这种是没有趋势。那或者你如果不敢抄底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条线死亡交叉蓝色的线，它最终这个位置也是跌了可能 10% 左右，然后价格就是底部。所以目前的比特币，那或者价格是跌破了这一个200的均线，空间也是跌了接近 10%。我也不确定这个位置会不会是最终的底部啊，但是也是跟朋友们讲，新的资金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前几天视频有提到，它这个钱包自上一次1011做空以后，现在是开始转多，做多比特币。前几天的时候看到比特币的总头寸好像只有300枚，而且以太坊的总头寸只有5000枚。那现在比特币是加仓到700枚，以太坊是16000枚。不过我是在思考，它这个位置做多不像之前的那个头寸，一做空就是10几亿美金，而且杠杆都是10倍左右。现在的话，头寸好像就比特币只有7000万，然后以太坊的话只有5000多万，而且杠杆只有5倍。所以这2天下跌它在加仓，那是不是代表它也没把握这个位置比特币会不会是就是最终的底部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链上另外这一个 F4 结尾的钱包，它也是那个 A 乙的同一个人掌控的钱包，有可能就是特朗普的钱包。我们可以把这个点击到全部，可以看一下，它同样也是在10月11号的时候，当时是做空了10几亿美金，然后短短的1天时间，获利就达到1亿美金。不过我们看一下这个钱包好像是没有在做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包括美股的走势因为美股其实现在的很多市场价格空间都涨高了，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我有时候跟他们建议，比如说你不管是黄金或者是美股或者是其他的 A 股，包括加密货币，价格空间涨高了，都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那该买的话，我们看一下2年之前、3年之前吧，2022年当时，2022年的时候为什么比特币
但是我的资金是全部都买这个比特币哦。那我们看一下，你如果买美股的话，反正这1-2年价格也是涨，因为这一个支撑，这张图表也是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前面这几个高点支撑，那以及我们看一下2020年当时崩盘的时候，这一个支撑也是前几年的这个支撑，所以包括后面我们看一下2025年跌到这个低点的时候，也是遇到前面这个高点支撑。那特朗普的那个比特币它不大举做多，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最近美股的蜡烛图表也是有一点难看啊。那如果真的有在这个位置下跌或者是盘整的话，你要去留意美股这个高点会不会是未来。当然我也不确定这个位置会不会跌，有没有可能后面继续涨，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它又回到这个位置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机构 ETF 最近的动向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也是在担心，最近这个贝莱德的 IBIT 已经是连续一段时间都是净流出在卖出啊，或者是5号的话是 3.75 亿，6号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包括其他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富达的好像也是有一直在卖出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这个 Vegas 指标，当然现在比特币的短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短线其实是没有上升的趋势。那像这种没有上升趋势，你要操作的话，如果有大跌，因为前面是拆这个低点，有赚的话，一般我最近的建议是，你应该要平仓一半。如果要赌长线的话，那就留一半成本止损，或者是就短线有利润，不然就短线有涨一点就全部平仓。因为最近也在看，就是前面的这个低点，大约是98000附近这个位置会不会支撑。那如果就是目前还在看空比特币的那些投资者，你如果下一步看到就是这一个，如果是这一个 Vegas 指标144的通道，或者是什么时候它黄金交叉这个576、676的时候，那到时候就不要去看空这个比特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狗狗币目前短线看趋势也是没有上升的趋势啊，所以最近狗狗币也没有在操作。自上一次这一根低点，就是去年的时候 0.1 做多的利润被洗出局以后，那短线最近也在看什么时候狗狗币如果能站上这一个低点的压力，或者是后面的行情会不会好做一点。以及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昨天这2天的高点也是遇到这条白色的线，不然短线先观察吧，以太坊最好是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先盘整一段时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